棋子所至，能力所归，绝大多数将为祖兵，得基础之力，行走于世。唯有资质、机缘或命数特异者，方可博更高之极，长非凡之能。诸位神之已达，需自行感悟。好。教科书上有提到过吗？潇洒，你抽到了什么？清雪，我俺是象。操控土石，那堵墙真够结实的。不过跟攻击型的还是没法比。你说今年咱学校会不会出狙或者炮？难说，那可是顶尖棋子，看运气吧。如烟，你是炮，这是直接达到顶级攻击棋了。你呢？抽到什么了？该不会是兵祸族吧？如果是这样，狙！李少本来就架势显赫，现在拿到狙，咱们学校更没人能比得过他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不会是真抽到什么拿不出手的了吧？这不也是一个兵族吗？但是看着比别人的更帅一点。帅有啥用？一样是攻击力最低的小兵族。王潇洒，你是在逗我吗？如烟，你听我说，别碰我！我可不要跟一个废物绑在一起。柳如烟，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。潇洒他难听？林清雪，你不会看上王潇洒了吧？如烟需要的是一个有实力的人站在他身边，与他并肩，而不是给一个废物当免费保镖。自觉点，滚吧！王潇洒，我们到此为止，以后别再联系了。和你走在一起，我觉得丢人。潇洒，这种时候看清一个人未必是坏事，而且我也没比你好到哪去，我是仅仅有点自保的疗愈能力，连象都不如。班花配小兵，还真是绝配呀！厉清雪，你机会来了！闭嘴！哟，还挺有脾气。我记得你以前不是挺能说的吗？现在怎么不说了？明宇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咱们走吧。别急，我还想问问王学霸打算怎么办？继续读书，还是直接去当个大头兵？哼，哎，别走啊！明天就是棋局试炼，试炼秘境我会让你知道，阶级是无法靠学习弥补的。将，极度罕见，天命所归，能力未知，载体为盘，纳百物，历史记载不足3例，具体表现形式待考证。连能力都不知道，这和废棋有什么区别？没有武器，没有防御，甚至连兵族那种基础力量增幅都没有。可恶，将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下面公布试炼秘境规则：一、秘境内允许竞争，允许抢夺资源，但严禁恶意杀戮。2、秘境内有紧急求救装置，激活后自动传送出秘境，视为试炼失败。3、试炼时长7天，存活并获取资源者按贡献度排名。所有人记住，秘境内的死亡，学校不负责。这意思不就是只要做得干净，没人会追究？那李少这次稳了，听说秘境里可以抢资源，谁敢跟他抢啊？你说咱们要是在里面遇到他，是不是得绕着走？废话，人家有狙，碾死你跟碾死只蚂蚁一样。废物！你说你进去之后打算怎么办？躲7天，还是第1天就按求救器？云雨，他要是真按了求救器，至少还能保住一条命。别理他们，咱们进去之后先找个安全的地方。他还真敢进去啊！李少出手，他能活过第1天，算我输。这就是秘境吗？先别乱走，传送门在这儿，太阳光线从东边传过来。咱们现在往北走，找个地势高的地方，把全局地形摸清楚。我听你的。你在干什么？记录。李明宇肯定会来找我麻烦，我们实力弱，只能尽量利用地形创造优势。
那边，那里有很多尖锥状的岩石，间距不规则，重机甲过不去。你是想把李明云引过去？对，我们现在去看看。这里不行，间距太宽；这里也不行，转弯半径不够。就是这儿了。李明宇那种人开着坦克，肯定觉得自己无敌，看到这种路，一定会直接冲过来。万一他不来呢？他会来的，这种机会他不会放过。不过保险起见，我们再去探索一下这附近的其他区域。他来了！找到你了！找到你了！好，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去！潇洒，我给你打招呼，你跑什么呀？别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把他们解决掉。急什么？来，让我看看大学霸到底有多厉害。会后悔的。我倒是想看看你拿什么让我后悔。小兵组，你就这点能耐？也不知道我当初怎么会看上这种废物。你们够了！我们还没开始呢。如烟，你先上，拿你的前男友练练手。让我先打断他的腿！小心！萱萱，我没事。还挺我操！潇洒，潇洒！他们能不要是我？你受伤了，先躲起来。废物，看我怎么碾碎你！潇洒，快跑啊！就是现在！就是现在！哈哈哈！学习再好有什么用？到头来还不是被我碾在脚下。怎么不跑了？打算放弃了？那就去死吧！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你不好好学习的下场，连反坦克追弹原理都不知道，废物！你说什么？老子今天非要撕烂你的嘴！不用重机甲，一样解决你。这可是我家族请名师打造的玄机战斧，对付你足够。呀！射！就这点本事？你敢伤我？我要把你剁成肉酱！去死吧！真的要结束了吗？真的要结束了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！不对劲，明宇，快退！哟！呀！明宇！你别过来！潇洒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检测到居能力持有者失去战斗力，是否吸收其能力？吸收。你怎么了？吸收完成，获得居能力重装强化。真的吸收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刚
刚才那光是什么？废了。里面雨的效率还真高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有人也可能会叫人来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前面有个山洞。好点了吗？对不起，都怪我把你连累成这样。今晚先在这里休息吧，我去捡点柴火，生个火。我跟你一起。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是个好人。就这么简单？你平时很努力，从来不欺负别人，成绩也一直第一。我觉得你不应该被那样对待，而且我一直都有关注你。关注我？从高一开始，别人都说你是书呆子，但我觉得你很厉害，所以看到你被那样对待，我就忍不住站出来了。对不起，让你受伤了。不怪你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不会再让你受伤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保护你。谢谢你。体能迅速恢复，连伤口都愈合完毕。难道我无意间把清醒的能力也掠夺了？怎么了？快试试你的能力还在不在？怎么会这样？没有被掠夺，反而增强了。难道是因为你昨晚的能力？你的能力不是兵族吧？你发现了？我的增强，还有李明宇的惨败，都不是兵族能做到的。是将，教科书上都没有记载的棋子。对，他好像可以掠夺，但奇怪的是，我的将却增强你的能力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不然所有人都会来杀我。我不会说的，我发誓。我相信你，走吧，出去试试我的新能力。太笨重了，要是被人看到肯定会怀疑。还是太显眼。这就是狙的能力吗？那将本身的能力呢？有没有什么新发现？还不清楚，昨晚那种情况，好像是你我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后，你的能力才被增强了。你是说肢体接触？或许是吧。那个，走，我们去找点魔兽练练手。小心！是暗影狼2阶魔兽，正好试试新能力。咻！呀！哼！呀！哼！射！
2级晶核，应该值不少贡献点。啊，有人来了，不止一个。刚才的动静就是这边发出的，都找找，说不定有好东西。刘哥，马的速度也太离谱了。听说昨天李明宇在这边跟人打起来了，柳如烟跑出来说了，说李明宇被王潇洒那个兵卒给阴了。开什么玩笑？李少可是狙，所以我才来查看。如果李明宇真栽了，那他的资源不就无主了？怎么办？你待在这别动，马速度虽快，但防御弱。王潇洒。哎，哟，还真是你。李明宇呢？走了。柳如烟说他被你打废了。一个兵卒怎么做到的？你猜？我不喜欢猜。这样吧，你把身上的资源都交出来。哼。再告诉我李明宇到底在哪儿，我放你走。刘哥，跟他废话什么？这得抢就是了。看我日行千里！哎！哈！啊！什么鬼？你这兵卒哪来的装甲？哼，有意思。不过速度跟不上又有什么用？刘哥牛逼！这速度根本看不清。就这，李明宇是怎么输给你的？速度快，但攻击轨迹有规律，而且每次瞬移后，落地位置都在3米范围内，而且他急了，想速战速决。刘哥赢定了！这下那小子死定了。哼！那不就是你？刘哥，别管刘哥了，快跑！还好有移动潜水，不然还真不一定能耗过他。检测到马能力持有者失去战斗力，是否吸收其能力？吸收。吸收完成，获得马能力，日行千里。哇，好快！可以连续2次瞬移，中间几乎没有间隔，这样这优化真不错呀！连续吸收2种能力，你的身体受得了吗？我能感觉到每个被吸收的能力都在争夺主导权，但这样会帮我平衡，并且压制他们。看那一边，秘境里怎么会有建筑？过去看看。这些纹路好像是棋谱。这不是普通的棋谱，旁边的画是一个人吸收光点的图案。这难道是在记录将牌的能力？再去别处看看吧。等等，先别碰。哼，应该没有机关吧？走吧。啊！天命所归。哇！潇洒！原来如此，将不是棋子，而是棋手。什么意思？其他人就好比是在棋盘上厮杀的棋子，而将是执棋之人。我可以掠夺棋子的能力，展开领域，仅有在棋盘之外，但这也有代价。啊？书简上说，吸收的能力越多，人格会被侵蚀，最终变成只知掠夺的怪物。你也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吗？书简也给出了解决方法：第一，找到帅牌持有者，阴阳平衡；第二，
二是什么？废掉江盘，做个普通人。我已经回不去了。李明宇的事，刘瑞的事，很快就会传开。废掉能力，我就是待宰的羔羊。帅的持有者会出现吗？竹简上说，帅和将是一枚棋子的两面，但历史上从未同时出现过。能不能找到，看命。10年还有5天，我们得活下去。并且柳如烟在跑掉之后一直没动静，这不正常。也许他怕了。不，他一定会报复，而且会找最狠的方式。是检察官发布的集合信号，是出什么事？过去看看，小心点。所有人听着，试炼规则临时变更。10分钟前，西北区出现暗奇兽暴动。暗奇兽是被黑暗侵蚀的棋子幻化的怪物，通常只在深层秘境出现。这次暴动原因不明，但兽潮正在向这边蔓延。暗奇兽，那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学校已经启动紧急预案，但援军需要时间。在援军到达前，所有人必须合作防御。现在，按棋子类型分组，攻击型左边，防御型右边，辅助型中间。监察官大人，我有重要情报。说。王潇洒，他一个兵卒，却单杀了李明宇的车，这有问题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这种危险人物，应该立即控制起来。谁知道他接下来会干什么？王潇洒，按规程，我需要暂时封印你的能力。如果我拒绝呢？你知道后果吗？知道，但我更清楚，暗奇兽来了，你们挡不住。他疯了吧？这种时候还敢威胁检察官？你以为你是谁？3只？怎么有3只？所有人，按刚才分组，立刻布防。你，该死，这些暗奇兽的防御比情报里的强太多。哟！张伟，快拦住他！张伟，救我！郑伟，不行，他伤得太重了，我现在的能力还不够。按不住了，俺是不是要死了？别瞎说，别骗俺了，俺知道，俺还知道，你的能力不是兵卒，俺看到了，你吸收李明宇能力的时候，俺在旁边。潇洒，俺的香给你，你要带着其他同学活下去。检测到象能力持有者死亡，是否吸收其能力？你的仇我记下了，吸收。吸收完成，获得象能力土石掌控。潇洒，你会暴露身份的。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瞒不住了。
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能同时使用3种能力？将，历史上只有3例记载的，就是那个将。现在你还要封印我的能力吗？不了，刚才的事，所有人都看到了。黄潇洒救了我们所有人。关于他能力的事，我会如实上报。我不封印你，你现在的危险等级已经超出学校管控范围。试炼结束后，你必须跟我去旗店接受评估。旗店，管理所有棋子能力者的最高机构，在那里，你会知道关于将牌的一切，包括为什么它被称为禁忌。禁忌吗？那就让我看看，这禁忌之路的尽头到底是什么。暗棋术暴动已被控制，但秘境深处可能还有残余。接下来2天，所有人在外围区域活动，尽量收集资源，获取贡献点。还要继续？刚才差点死了。没办法，贡献点关系到结业考核，不拼不行。记住，安全第一。如果遇到危险，立刻启动求救装置传送。鉴于这次试炼特殊，我会给你们每人1个信号弹，察觉到异常情况立刻释放，我会尽快赶到。我们也走吧。哼，太安静了。暗棋术暴动刚过去，按理说秘境里的魔兽应该四处逃窜，可周围连只野兔都没见到。怎么了？这附近有问题。是柳如烟发的求救信号。不对，柳如烟刚才明明跟着一群学生往东边走了，那个方向是秘境外围，最安全的区域，他为什么会遇险？走，去看看。不愧是旗店的检察官，刚经历过暗棋兽的战斗，还能撑这么久。可惜，你还是中计了。诡异会，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多亏了一个热心的小姑娘。柳如烟，你疯了！勾结诡异会，你知道后果吗？诡异会一直在狩猎棋子能力者，抓回去做各种研究，就算能逃出来，也会变成废人。你知道的还挺多，但是晚了，把他也绑起来。你们答应过让我变强的，在你身上做实验，也算变强啊。又一个炮，很好，又多一个炮的实验品。不过没想到这么惨，以你们这点能力，是怎么战胜暗器兽的？那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弄来的大家伙，你那点小心思，以为我不知道？今天你们都得留在这儿，是留在这里看住他们。唯一棘手的监察官已经被废了，其他人不足为惧。剩下的人分散开，把那些乱跑的老鼠都抓回来，等秘境结束带回组织。失落单了，这是难得的机会。清雪，我解决他，你第一时间去救治监察官。好。哟，哟，治疗护盾，是没有这么高的防御。劫持力这么高讲话，居然能破我的防御！检测到是能力持有者失去战斗力，是否吸收其能力？吸收。清雪，我帮你。这是是的高阶疗愈术，你刚吸收就掌控得如此熟练，多谢，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王潇洒，救救我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背叛你。你把感情当筹码，把别人的命当挡箭牌，现在走投无路，想起赎罪了。我知道我罪该万死，但求你别杀我，我给你做牛做马，一辈子伺候你，求你了。枪，给我吸收炮！不好，体内棋子的力量还没完全稳固。检测到宿主体内力量尚未完全融合，强行吸收将导致本源崩溃。选择接纳为附属棋子，可共享力量并约束其行为。我可以不杀你，
但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附属棋子，听我号令，用行动偿还你欠张伟欠我的债。敢有二心，我随时都废了你！我愿意，我绝对服从。哼！我好像能感觉到炮的力量，这倒是比加特林灵活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棋子的力量从来不是固定的，只是你们局限了自己的认知。起来，你的赎罪之路，从现在开始。这里他们随时可能回来，先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吧。诡异会到底是什么？你的身份特殊，这些事迟早要知道。有史以来，将牌持有者一共有3例，前2例出现在远古时期，他们分列南北，实力强大的无人能及。他们不断发展变强，各自统一了南方和北方大陆，不可避免的战争也随之爆发。双方带领着麾下最强的棋子能力者，打了整整10年，山河破碎，天地变色。最后的结局没人知道。那场大战之后，原本的战场彻底消失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巨大的、充满扭曲规则的秘境。这里竟然是打架打出来的！我们探索数百年都没有找到那场大战的细枝末节。秘境最中心区域的魔兽能力太过强大，根本无法深入。那还有个将牌持有者呢？这最后一例和诡异会有直接关系。100年前，诡异会的前身还只是一个研究古代遗迹的学者组织，直到他们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废墟里找到了一个玉盒。他们解读出了关于将牌的部分信息后，想要人造一个将出来。他们收集了无数珍贵材料，甚至不惜暗中狩猎强大的棋子能力者，剥夺其核心能力。他们确实成功了。那个人造的将无比强大，超越了当时棋殿的所有长老，但是他也失去了理智。他无差别攻击所有生命，不分敌我。诡异会的研究所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，300多名研究人员全部死亡。棋殿接到消息后，立刻召集了大陆所有顶尖强者。那场围剿持续了7天7夜，最终我们付出了13位长老战死的代价，才将那个怪物彻底击败。13位长老，每一个都是站在大陆顶端的存在。诡异会损失这么惨重，应该收敛了吧？恰恰相反，诡异会转入地下，变得更加疯狂。这些年来，至少有上百名棋子能力者神秘失踪，我们怀疑都与诡异会有关。那个玉盒里面到底藏着什么？没人知道。玉盒在那场围剿战中消失，诡异会的核心成员也死伤殆尽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那个玉盒里记载的内容，足以让一群理智的学者变成疯子。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在围剿战的最后，诡异会的一位高层在临死前喊出了一句话：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”棋殿的长老们的推论是，诡异会想要打破现有的秩序。他们认为将牌的力量不应该是天选的，而应该是可以人为创造的，所以他们才会不惜一切代价。所以，你作为真正的将牌持有者，身份暴露后，必然会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。这笛声是诡异会的马牌持有者，抓到你们了！小伞，别去，他现在不能分心。看来是被你们干掉了呀！有，你也有马的能力，有点意思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认真一点吧。潇洒，同样的能力之间也有高低之分的。这敌手会削弱我的速度，还要挣扎吗？先防住他的攻击。没想到还有2种能力，挺能扛啊！就是现在，结束了。什么？这是百试百灵。别再使用能力了，我来帮你疗伤。王潇洒，你怎么样？死不了。啊？就是你干掉了士和马？
别冲动，这小子不仅能预判马的瞬移轨迹，还能防住他的攻击，甚至调用土石之力将他……老大，这怎么可能？普通棋子持有者根本无法兼容2种以上能量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将牌持有者吧？传说中的将牌竟然真的存在！这小子实力不容小觑，我们硬碰硬代价太大，先撤。我叫鬼手，诡异会第3执行官，期待我们的下次见面。潇洒，还有人。王潇洒，你让我找的草药拿来了，真是费了不少功夫。看我表现良好的份上，这怎么还跑了一个？把这茬忘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赶紧疗伤，然后离开。等一下。不对。困龙阵，奇殿的秘传阵法，怎么会？沉默，许久不见。白长老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奉奇殿之命，前来接引将牌持有者。这就是奇殿的待客之道。毕竟我们和将的力量太过特殊，必须确保一切可控。孩子，跟我走吧，接受奇殿的评估。奇殿会大力培养你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那我会很遗憾。为了大陆的安危，我只能采取强制措施。你竟然触发了遗迹的传承机制！必须满足特定条件才会开启的传承。难道王潇洒现在的状态就是那个特定条件？不幸上将！短短几天，你就已经融合了5种能力，你已经开启了古代遗迹的传承。按奇殿的规则，您有资格直接成为奇殿特使，享有长老级待遇。你说的遗迹传承究竟是什么？只能你自己去寻找答案，但是不要去打破这方世界的平衡，否则会产生什么后果，谁也不知道。检察官，麻烦你护送青雪离开秘境。潇洒，我……青雪，相信我，等我回来。那你要活着回来，一定……一定。白长老，就这样让他走了？不然呢？遗迹传承已开启，他注定要卷入这场漩涡。所有人听着，秘境内部发生异变，古代遗迹被激活。从现在开始，秘境全面封锁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。可是潇洒还在里面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要封锁秘境。王潇洒同学的实力远超常人，相信他能照顾好自己。这是奇殿特别行动组，我们会进入秘境，清除危险因素，同时确保王潇洒同学的安全。走吧，我要等潇洒出来。好。谁？老大，就这么撤了？我们3个对抗他，代价太大。我们诡异会什么时候怕过代价？怕不怕是一回事，值不值是另一回事。那我们就这么放弃了？长老，属下无能。我们狩猎时碰到了一个拥有将能力的少年，你看，要不要增派人手捉拿？现在计划改变，你们要优先保护将的安全。保护他？我们不应该拿下他吗？首领回来了，这是他的命令。通知所有诡异会成员，在秘境 B 入口集结。那不是我们花了数年才找到的隐藏通道吗？没时间了，绝不能让奇殿得逞。这一次行动，首领也会亲自去。
听到了，那就别愣着，去 B 入口集合。你我争斗数年，该有个了结了。你以为今天能赢我？这世间的力量本就该由最强者垄断。我吸收了上百枚棋子的能力，早已超越凡俗。这大陆只能由我主宰。你忘了我们最初的约定吗？约定那是弱者的自我安慰，只有绝对的力量才能掌控秩序。你不愿吸收他人能力，永远只能停留在原地。你已经被力量吞噬了，吸收过多棋子之力，人格只会被侵蚀。哼，少说废话！啊！你们，他答应我们战后给我们封王，世袭罔替，我们的后代都能继承我们的能力。跟着你，我们只是棋子；跟着他，我们是王。你太理想主义了。这个世界强者为尊，你却想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觉醒能力，可笑！资源有限，与其分给那些废物，不如让我们的后代永远掌控。所以，你们选择了背叛。哟，你输了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你答应他们世袭罔替，你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吗？5大世家垄断力量，其他人永远只能当炮灰，这个世界会彻底失去希望。那又如何？这是必要的代价。只有少数人掌控力量，才能维持秩序。搞屁的秩序！你只是想建立你的独裁统治。随你怎么说，反正你已经输了。再见了。我就算死，要拉着你一起。该死，竟然动不了！后世之人若有幸得我传承，切记不惜世家，在每一个普通人自己手中。这不是诡异会高层临死前喊的那句话吗？哥，统御第1层，掌控已吸收的棋子能力，构建棋阵。第2，共生，与臣服者建立联系，强化其能力。第3，剥夺，强行剥夺敌人的棋子能力。第4层，重铸，将吸收的能力重新组合，创造新能力。第5层，王潇洒同学，你没事就好。你们棋殿就是当年的幸存者建立的。看来你都知道了，这个世界必须有人站在顶端，必须有人制定规则。如果人人都能觉醒强大能力，只会天下大乱。所以你们就编造谎言，让大部分人接受兵卒的命运。这是必要的牺牲。你们世袭罔替，垄断资源，把其他人当韭菜收割，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必要牺牲。你这话就过了。齐殿这些年维护大陆和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这是你们自己定义的和平吗？孩子，你的未来不可限量。只要你愿意加入齐殿，我们可以给你长老之位，甚至可以让你成为第6大世家的创始人。王侯将相，宁有整户。白长老，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意思是老子不稀罕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老夫了。不，我要自己走。狂妄，拿下他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能力好像失控了。我的炮，他不听我使唤了。这就是统御的力量吗？拦住他！白长老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！你们欠这个世界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
长老，要追吗？立刻传讯回起点总部，请求支援，就说天要变了，奖牌持有者已彻底失控。该死！刚才在大殿里，强行统一白长老和世界的提点救瑞的棋子，差点要了半条命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会被这些力量撕碎，将其天数。短期内不能再用统御了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，彻底掌控这些力量。啊！晶核里的能量竟然都被我的心法吸收了。如果全部吸收，不，还不够。这里是……小姐，您醒了，看到您活力满满的样子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鬼议会的总部，这里是您的家。你别过来！我知道您对现在的情况很难理解，但是在跟您解释这一切之前，请您先收下这个。这是……不好，小姐晕倒了，快来人！潇洒。诸位，白长老传来消息，那个王潇洒已经彻底失控。他不仅拒绝加入起点，还当着白长老的面展现了统御能力。哼，他才觉醒几天，就掌握了奖牌的核心能力。不仅如此，白长老说他能强行切断我们与棋子的联系，虽然只是短暂的，但如果让他继续成长下去，不就是个毛头小子吗？我们5大世家传承数千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话虽如此，但不能大意。所以，我们要趁他羽翼未丰，直接扼杀在摇篮里。李霸天，不可鲁莽！王潇洒的降智力能整合多种能力，若能招安，起点可借他制衡鬼议会，甚至掌控整个大陆。白长老，你太天真了！一旦他失控，我们5大世家的传承就完了。你想掌控他，可谁能保证他不会反过来颠覆我们？白长老那套温和掌控，不过是怕我们世家独大，这小子必须死，才能永绝后患。诸位的意思我明白了，那就按计划行事，各自安排族中精锐进入秘境。马家骑士已经到位，唐家爆破小队随时待命，项家防御战已经布置完毕，世家辅助团位也已就位。很好，这次行动不求活捉，格杀勿论。老大，目标确认了，居家3少爷李傲天带着几名护卫正朝这边过来。就他们？是，李傲天仗着有居牌血脉，自认无敌，把大部队甩开了。蠢货！不过居家的血脉正好。诸位，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。我们鬼议会在外面名声不好，但你们都清楚真相，我们狩猎的从来不是普通能力者，而是那些靠血脉垄断力量的世家走狗。我爹就是被居家的人活活打死的，就因为多看了他们家小姐一眼。我妹妹被唐家少爷看上，我们不同意，全家被赶出城，流落荒野。我娘饿死在路上。我儿子觉醒了马牌，本该有光明前途，结果却因此遭到马家嫉恨，当街废掉能力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要让这些高高在上的世家子弟明白，他们的血也是红的。少爷，这里太偏僻了，
要不我们回去？怕什么？我可是居家嫡系，谁敢惹我？听说这里就是古战场的遗迹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好东西。什么人？哼！装神弄鬼！少爷！啊！去死！别管我，杀光他们！鬼议会，你敢动我？我可是居家三少爷，你杀了我，居家不会放过你们。居家，就是那个靠血脉垄断、把平民当蝼蚁的居家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姓李。30年前，我爹觉醒的居牌，本该有光明前路。结果被你们居家的人说是野种玷污血脉，活活分掉能力，人间乱葬岗。我娘为了救他，跪在居家门口3天3夜，最后被人一脚踢死。我当时才5岁，亲眼看着他们死在我面前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总有一天要让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世家子弟血债血偿。等等，我可以给你钱，给你资源，只要你放过我。你们世家的钱，哪一分不是从平民身上榨取？居家血脉，老大，居家3少爷死了，居家肯定会疯。反正迟早要撕破脸，通知所有人加快进度，多狩猎几个世家子弟。首领，居家3少爷的血脉呢？已经提取。很好，还有新情报吗？王潇洒触发了古代遗迹的传承，获得了降气天书。这个可以助你感应到降的气息。继续按计划行事。降正遭遇围剿，目标雷鸣沼泽，救援降牌持有者。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值得我们这么冒险吗？他是能打破现有秩序的关键，首领的命令不得有误。行。啊！马家在此，恭候多时了。当家爆破小队也来凑个热闹。王潇洒，你让我们好找啊！哼，就凭你们对付你足够了。尝尝我唐家的见面礼。死到临头还敢顽抗！谁5大世家真是好大的威风。鬼议会，一群下水道的老鼠，你们也敢来插手？我们不是来插手的，我们是来杀人的。你们这群疯子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没时间了，旗店的其他人快到了，跟我们走，就都知道了。撤！你们的首领呢？在等你。你来了。你就是鬼议会的首领？没错。清泉，不对，气质完全不同。我是鬼议会的首领，也是你的林清雪，同时也是帅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很简单，就像江与帅是一枚棋子的两面，我和林清雪也是一体两面。他是光，是善，是理想，而我是暗，是恶，是现实。那一直在我身边的都是他吗？他负责找到你，唤醒你，而我负责为你扫清障碍。原来一切都不是偶然，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和你一样，推翻旗店。黑甲将的失败，就是太相信人性，相信那些所谓的同伴。我们不相信任何人，只相信力量。猎杀世家子弟，就是你们的方式？不，我们只是在自保。5大世家，他们满足于现在的地位吗？不，他们不满足。
他们一直活在恐惧里，恐惧一个不受控制的力量会掀翻他们的棋盘。所以，其实是他们造出了酱。很聪明的想法，不是吗？他们偷偷做实验，用最肮脏的手段，试图人工合成一个属于他们的酱，一个可以被操控、永不背叛的酱。他们当然不会用自己家族的子弟冒险。你猜，那些实验品是从哪儿来的？从平民里赚。没错，任何觉醒了能力的平民，都会被他们以各种名义征召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旗店和世家的宣传里，这些人是为大陆和平做出贡献的英雄。实际上，他们只是被送进了地下的实验室。机缘巧合，或者说是一个悲剧性的奇迹，他们竟然真的成功了。那个人造的酱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力量，但他同样拥有了思想。他不愿意成为世家控制的傀儡。一天夜里，他杀了所有研究员，救走了所有幸存的实验品，也带走了所有关于人造酱的研究资料。那些被救出来的人，就是诡异会的第一批成员，而他，就是诡异会的第一任首领。旗店为了掩盖真相，便将这一切归咎于诡异会。所以旗店通缉的那个失控的怪物，是我的父亲，而我的母亲，是林家家主当时最宠爱的女儿。我的母亲自小便对世家家族的黑暗非常抵触。那一日，她碰到发狂晕倒的父亲，母亲偷偷将他藏起来，两人渐渐产生情愫。可惜事情最后败露，母亲毅然决绝跟着父亲私奔，因此二人被五大世家追杀。最后父亲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为了给我，也给诡异会留下一丝希望，他在我尚在襁褓之时，将他酱牌最核心的一部分本源封印在了我的体内。他们二人最终战死。所以，在山洞的那晚，你的力量冲破了我父亲设下的第一层封印，那股力量太过庞大，我根本无法承受。从秘境出来后，诡异会的叔伯们找到我，将他们多年来收集的各类棋子气息注入我体内，试图帮我平衡那股即将失控的力量。阴差阳错下，掺杂了各类棋子气息的酱汁本源，与我原本传承自母亲的世气融合，最终诞生了我。那清雪呢？她还会回来吗？她陷入了沉睡，等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我这把屠刀的时候，她自然会回来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所有真相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我曾以为敌人是夺走我一切的人，后来以为是掌控棋盘的权力，如今才明白，敌人是这盘以血肉为棋的局本身。这盘棋该先输了。但旗店和五大世家远比你想象的更强大，以我们现在的力量，正面硬碰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我在古代遗迹里得到了一本功法，或许我们可以试试。好。降级天书。原来竹简上的阴阳平衡是这个意思，这才是将领帅的真正修炼方式。似乎只是初步融合，还是无法触及核心。秘境深处还有一处宫殿，那里有我们想要的答案。啊！这么快就闻着味儿找来了？没打扰到二位吧？旗店三长老，象无涯。别抵抗，这样你能留个全尸，我们研究起来也方便些。哼！多么磅礴的力量，可惜在你这种贱民身上。一起上！首领，五大家族的主力兄弟们抵挡不了多久，快走！诸位的血不会白流，走！走！想逃？看这边！站住！小子，你跑不掉了！这座宫殿居然被他们打开了，我们试了无数办法都打不开，没想到竟被你们两个成功了。我们走。唐天雷，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？
该死！传令下去，封锁这片区域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这座宫殿，齐殿研究了数百年，都没找到进入方法。现在那2个小鬼进去了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好东西。那又怎样？只要他们敢出来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小心点。江云帅终于相遇。您是？我是这片大陆的第一位帝王。在我的时代，没有世家，没有血脉垄断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觉醒能力，改变命运。但我死后，有人篡改了规则，将众生皆可觉醒的天道扭曲。你曾经看到的那位黑甲将，正是我的后裔。你们今日的将帅合一，正是他未完成的夙愿。所以，你选择了我们？不是你们选择了自己。只有你们同时出现，并且心意相通，这座宫殿才会开启。现在，我将唤醒你的棋子真正的力量。清玄，别担心，他体内有2个人格，现在天道在帮他融合。融合？对，只有融合，他才能真正掌控帅之力。你就是另一个我吗？是，因为你太弱了，承受不了父亲留下的力量，所以我诞生了。不，是因为我不敢面对，我选择逃避，把所有黑暗都推给了你。交给你了。爸爸妈妈，你长大了，孩子。去做你想做的事吧。潇洒，我回来了。欢迎回来。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都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。我现在是完整的帅了。如此便可实现真正的将帅融合，此乃将帅合一的终极形态。帝王领域由此觉醒，初步融合仅能调和力量，终极融合方能掌控领域，执掌秩序。开火！好！哼！难道说，传说中的帝王领域？什么狗屁领域？吃老子一炮！你们以血脉为牢，坐享天柄数千年，今日该偿还了！快躲开！老唐，他居然变得这么强！你难道想将5大家族赶尽杀绝吗？天真！你以为我们在作恶？这数千年的秩序，便是靠我们吞下那些无用之人才得以维系。没有我们，够了！世家子弟怎能向贱民低头？死也要死得有尊严！尊严？你们这群啃食同类的臭虫，披着人皮的禽兽，也配死得有尊严？让这世界变得它本该有的样子。
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。哟！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个世界被5大世家统治，大家过得都很苦。后来有一个少年，他觉醒了传说中的将派，打倒了5大世家。那个少年后来怎么样了？他和他最爱的人周游世界去了。据说他们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变得更好。我长大了也能像他一样吗？当然，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潇洒，我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吗？当然，不过还不够，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。